俄军噩梦，欧洲新概念武器现身。6月份，乌军的蛛网行动造成俄军41架军机损毁。现在更狠的要来了，之前是无人机蜂群战术，接下来就是导弹蜂群。在伦敦 DSEI 2025展上，欧洲导弹集团发布了一款名为 Crossbow 的新概念武器。从表面上看，这款导弹也没什么特殊的，射程800公里，亚音速，导弹也没有隐身设计。但实际上，这款导弹属于新概念武器，如果用在俄乌战场之上，完全可以彻底改变当前的局势。那么这款新概念武器将如何改变俄乌战争？与传统的远程导弹有何不同？根据现场的资料来看，欧洲导弹集团的 Crossbow 属于典型的远程打击武器，全重约750公斤，射程800公里，能以高亚音速巡航。单看纸面实力， Crossbow 在远程导弹大家庭中几乎没有任何亮点。如果家庭地位是按性能排序，它也只能算上一个私生子。射程上，战斧导弹射程超1600公里，让 Crossbow 800公里的射程看起来像个笑话。飞行速度上，标准6导弹高达 3.5 马赫， Crossbow 几乎看不到人家的背影。那 Crossbow 凭什么能成为 DSEI 展的焦点？又凭什么被称为新概念武器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就必须从 Crossbow 的导弹性能以及堪称逆天的战术逻辑说起。除了 Crossbow， 这款武器还有一个很拗口的名字——重型单向效应器。顾名思义，一种具备较大载荷能力与较远射程的一次性攻击装备。我们都知道导弹都是一次性的，但这里的一次性却代表着廉价和低成本。这样的概念体现在 Crossbow 的设计和性能上。它以涡轮喷射引擎、地面车辆发射和模块化弹头为核心，讲究用更低的成本创造可规模量产的远程火力，采用双联方式发射，以导航结合 AI 影像对比和惯性导航的方式，勉强维持高精度。所有设计思路归纳起来，可以总结为2个字：省钱。为了省钱， Crossbow 甚至采用现货商用零件组装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去超市用货架产品给拼出来。但这也有一个很明显的优势，那就是加上原本的生产线， Crossbow 拥有在1年内快速建立量产能力。按照平常的观念，大家基本认定 Crossbow 只是最常见的廉价巡航导弹了。但火六军要告诉大家， Crossbow 远不如表面那么简单。我们大致可以从2方面聊。首先是 Crossbow 定位， Crossbow 是远程打击导弹无疑，可欧洲导弹集团却不想把它当成纯粹的远程导弹用。最初设计定位时，它被当作用来填补高价巡航导弹与低成本自杀式无人机之间的空白。通俗来说，既具有无人机的廉价特性，又拥有远程导弹的破坏力与射程距离。另一个不简单，则是遥遥领先的战术逻辑。欧洲导弹集团不愿称 Crossbow 为廉价远程导弹，而是用重型单向效应器这种奇怪的称谓，因为 Crossbow 本来就不为远程导弹战术服务。我们已经提到 Crossbow 的设计以市场上的现货零部件为前提，并建立了多源头供应链，其中包括了捷克 PBS 涡轮喷射引擎、英国无人机的制造商 Modin 等等。低成本与快速生产的特性，确保了 Crossbow 能在战时以极短的时间完成数量上的堆叠。这与动辄数百万美元成本、周期短则数月、多则数年的高端巡航导弹相比，同样完全是两码事。其次，导航抗干扰设计方面，欧洲导弹集团与英国 DSTL 公司合作，为 Crossbow 提供了 AI 影像导引与图像匹配式导航，让其能在高对抗电磁环境下依旧能稳定命中高价值目标。这种设计可用3个字概括：技术含量不高，更不用说最高300公斤的模块化载荷舱，让客户能够选配自由的弹头，或者采用欧洲导弹集团提供的标准化方案。哪种远程导弹会如此设计？不过好处呢也很明显，其保留了用作特殊用途的开口，日后可将其改装成可投入到电子战等特殊作战中的导弹。这就让原本只具备远程打击功能的 Crossbow 拥有了压制、瘫痪、诱敌等多元效果。当然，不少远程导弹也配备了诱饵弹，但 Crossbow 这种低成本多功能的武器明显能为战术提供更多的选择，大大增加了任务的弹性。综合来说， Crossbow 的职责已经脱离了传统远程打击导弹的范畴，它更像一个综合体。正如相关媒体对它的评价，这是一颗离经叛道的远程导弹，既拥有远程导弹的超视距打击能力和诱敌的功能，又能在电子战等特殊战中发光发热。谁能想到远程导弹还能这样玩？ Crossbow 彻底改变了远程打击导弹的战术逻辑。搞懂了 Crossbow 新概念，还有一个问题摆在眼前，那就是欧洲导弹集团为什么要设计出这样一个怪物？我们的视角可以先回到俄军被蜂群战术袭击的那天。乌克兰蜂群战术对空军基地的奇袭，既震惊了俄军，也震惊了世界。一般来说，无人机在战场上通常承担侦察和搜集情报的任务，偶有例外，也不过是几架自杀式无人机对敌人关键设备发起冲击。至于想用无人机炸战斗机，如果不是疯子，那就是天才。出乎很多人意料，使用蜂群战术的第一个天才竟然是叙利亚。
2018年6月，叙利亚利用无人机蜂群对敌方2个军事基地进行突袭，这是蜂群战术在实际作战中的首次运用。有意思的是，他袭击的军事基地的主人恰好也是俄罗斯军队，很难说乌军没有从这次袭击中得到启发。从乌军和叙利亚军队对俄军军事基地的袭击来看，我们可以为蜂群作战总结出3大优势。第一是作战运用，无人机蜂群通常是几十几百架甚至几千架不同功能的小型无人机，依靠整体战斗力完成以小博大的袭击效果。第二是战术协同，无人机蜂群最典型的特征为群体智能，顾名思义，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发动集群式作战，提高无人机的整体作战效能。第三是架构方面，无人机蜂群的架构是开放式的，表明其拥有较强的调整能力，既能作为自杀式无人机对敌人重要设施进行自爆，又可视为机动性强悍的侦察兵完成侦察任务。除了这3大优势，无人机还拥有生产快、成本低、规模大的优点，试错成本低得吓人。既然无人机蜂群已经恐怖如斯，那将导弹蜂群起来，威力得有多惊人？欧洲导弹集团以俄乌战争为灵感，综合现有远程打击导弹与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性能，设计出了 Crossbow， 让导弹蜂群战术变成了可能。要理解这种战术，我们可以从远程自杀无人机和远程导弹与 Crossbow 导弹的差异来看。首先是对远程自杀无人机的借鉴， Crossbow 属于远程导弹，看似与无人机无直接可比性，但恰恰相反，二者的关系紧密相连。按欧洲导弹集团的定义， Crossbow 与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是实打实的上下级关系，无人机可以视为 Crossbow 更次一级的产品。该集团为 Crossbow 赋予与无人机类似的低成本、快速量产等特性，又具备无人机所缺少的高载重与杀伤力，摧毁重要后方节点时更具威慑力。当一枚或数枚高端巡航导弹摧毁敌方的侦察雷达或导弹防御系统，一批 Crossbow 便能顺着防御缺口蜂拥而至，深入敌方后方大展拳脚，这就是杀伤力更强大的蜂群。其次是与远程打击导弹不同的战术策略，身为远程打击导弹往往看不上干扰或诱敌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任务，真正的巡航导弹讲究以爆制爆，用最具暴力美学的破坏力，简单一击，一发入魂，将敌方最重要的防空系统或大型设备摧毁。 Crossbow 不一样，我们之前聊过，它属于离经叛道式远程导弹，对一发入魂并不感兴趣。欧洲导弹集团表示， Crossbow 更热衷于执行诱饵或干扰任务，无人机蜂群不能干的事儿他来干，舍不得用高端远程打击导弹干的事儿他同样能干，所以他身上综合着无人机与远程打击导弹的性能与作用。此外，一般的巡航导弹喜欢在隐身性能上做文章，以隐匿行踪的方式实现突防， Crossbow 则以数量取胜，主打一个量大管饱，无数集群导弹飞向敌方目标，凭借数量优势疯狂消耗敌方的防空导弹，哪怕一换一都赚了。总而言之， Crossbow 导弹综合了远程打击导弹与自杀式无人机，在二者之间开拓了一个全新的领域。通过协同化设计，数十枚甚至数百枚 Crossbow 拥有了整体协同作战的能力，在无人机蜂群作战3大优势的基础上，再度融合远程打击导弹的优势，也就有了导弹蜂群。乌军无人机蜂群战术让俄军叫苦不迭，那么当导弹蜂群战术进入俄乌战争中，又将给俄军带来怎样的打击？俄军是否还有应对的手段呢？目前来看，普京与特朗普的美俄会结束后，普京持续推进俄乌战争的想法越来越强烈，无论是和谈中越来越强硬的姿态，还是对乌军攻击力度的不断加大，都表明俄军不会停止对乌克兰的侵略。这种前提下，可负担的持续性打击将成为俄乌战争的主流。作为兼具快速量产与远程破坏力的 Crossbow， 完美符合了乌军的需求。不过对俄军来说就是一场噩梦了。它在俄乌战争中的具体表现，我们以俄军最有可能应对的武器 S-400 防空导弹系统为例。作为陆基移动式中远程防空导弹系统， S-400 射程可达数百公里，可用于拦截中程弹道导弹、巡航导弹、飞机等目标，听说还能探测隐形飞机。其火力单元包括一辆相控阵制导雷达车以及几辆导弹发射车，具有远中近程的防御能力，属于比较顶尖的防空系统了。那么乌军启用 Crossbow 导弹蜂群战术，能否从 S-400 手上占到便宜？ Crossbow 以饱和式打击为核心，可一次性发射大量协同作战的导弹，从多个方向对俄军多个目标发动攻击。以 S-400 的水平，当然不至于当场被炸飞，但也大大增加了防空压力。而且别忘了 Crossbow 是导弹蜂群式的进攻，密集轰炸下 S-400 几乎难以拦截住所有导弹，更何况配套的还加 S-1 防空系统，雷达类型单一，面对蜂群攻击时，拦截效率肉眼可见的骤降。在造价成本上 Crossbow 的便宜我们已经提过了， S-400 的拦截弹一枚的成本动辄数百万美元，同样一发入魂，只不过 Crossbow 入敌方核心设施的魂， S-400 则入俄罗斯经济的魂。我们可以从数据上很直观地了解 S-400 拦截弹的昂贵。2017年7月，土耳其与俄罗斯达成协议，斥资25亿美元购入4套 S-400。
S400当然不可能那么贵，所以大部分资金恐怕是用来购买拦截弹了。此外是对战略部署的影响。Crossbow 导弹蜂群战术对俄军后方重要设施的威慑不言而喻，俄军便不得不将更多防空力量调到大后方，前线部署薄弱，也就是无法对乌克兰持续保持疯狂的推进。最后一个是心理层面，此前乌克兰的无人机蜂群已经让俄军损失惨重，军心更是饱受打击。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乌克兰的反击竟然如此猛烈。如果这时候再来一个导弹蜂群，炸得俄军不知天地为何物。特别是看到自己引以为傲的防空导弹，拿导弹蜂群没有一点办法，士气基本也会跟着跌到冰点。总而言之 ，Crossbow 投入俄乌战争几乎能对俄军各方面形成威慑，也能极大的改变俄乌战争的走向。正如 MBDA 首席执行官埃里克·贝朗热所言，研发 Crossbow 此类武器，核心驱动力是俄罗斯威胁升级论的认知。欧洲必须掌握可量产的远程打击能力，尽管它并非传统远程武器的替代品，但体系化战术也足以成为抵御俄罗斯侵略最强有力的拳头。除了对俄乌战争的影响， Crossbow 导弹蜂群概念的诞生，也意味着接下来全世界导弹的战略定位将拓展到更多的领域。从伦敦 DSEI 2025展到俄乌战场，现代战争正在经历一个从质量取胜到量质结合的转变。量质结合中的质，既能代指武器的优越性能，也能表示武器带来的新概念战术。在欧洲导弹集团设想的作战场景中， Crossbow 以蜂群的形式批量发射，搭配少量昂贵的巡航导弹，形成突防能力极强、持续时间极长的火力覆盖。Crossbow 负责消耗敌方的防空资源，高端巡航导弹则执行精准打击任务，二者配合形成低成本炮灰加高精度利刃的效果。整体而言，欧洲导弹集团相当于将消耗战、体系战各种新型战争模式结合了起来，变成了导弹蜂群战。它对未来战争的影响，或许如同乌克兰用蜂群战术袭击俄军基地那般，首先震慑俄军，继而震惊世界。未来导弹的研发领域将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：低价导弹也能成为防空系统的噩梦。快速量产4个字也不再是导弹制造的贬义词，廉价不再代表威慑力的降价。用货架产品组装而成、技术水平不高的导弹，同样能成为改变战场局势的利器。一个导弹研发的新时代即将来临。好了，今天关于 Crossbow 的故事就到这里。乌克兰的蜂群战术让世界大开眼界，没人想过无人机还能这样玩。首次露面的 Crossbow 同样让各国大吃一惊，导弹竟然也能与蜂群战术结合在一起。各位认为未来是否有类似于 Crossbow 导弹这种价格低廉却在量产、协同配合方面展现出惊人战略价值的武器，或者诞生出诸如无人战车蜂群、无人艇蜂群的新概念战术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，不仅超有态度，还堪称性价比之王。首先，它超级轻，拿在手上轻飘飘，穿上身更是零负担，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。其次，面料剧透气，就像会呼吸一样，就算在外面跑一天，也能保持干爽，彻底告别黏腻感。最关键的是，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，仅需很少的钱，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。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，闭着眼入都不亏，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。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，赶紧去抢。